今天这首歌，我想先讲一句我自己在写这首歌时一直放在心里的话。有些人守的是人，而有些人守的是一句话。可真的等到重逢的时候，才发现人回来了，可时光却没有回来。薛平贵和王宝钏的这个故事，真正最让我放不下的就在这里。它不只是重逢、离别再重逢，它真正扎心的是一个人在一句话里守了大半生。等到那个人真的回头时，才发现回来的只是人，但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春天，也不是当年等的那个人。所以我这次写《红中烈马》，没有想把它写成一首单纯歌颂痴情的歌。我比较想写的是，一个人在高楼上看到另一个人时，先看到的不是贫贱，而是义气。一个人在寒窑里撑过漫长岁月时，守住的也不只是婚约，而是当年自己亲手做出的选择。而武家坡真正难受的地方，也不是重逢本身，而是人一站在面前，你才知道有些东西再也回不来了。这个故事之所以叫《红中烈马》，其实名字也很有意思，不是因为整个故事都围着一匹马转，而是戏曲里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桥段，就是薛平贵降服红中烈马，那匹马烈难驯，不肯受制，所以后来整套戏干脆就用这个最醒目的意象做总头。可我自己在看这个名字时，常常觉得他其实不只在说马，他是在说薛平贵这个人。他不是那种愿意安安稳稳待在原地等命运分派位置的人，他身上有一股往前冲往外闯不肯低头的劲。而王宝钏在高楼上第一眼看到的，恐怕也正是这个。他不是先看到薛平贵的微寒，而是先看到他的义气。所以我在歌的前段才会特别把那种先见其人再见其面的感觉放进去。而这故事真正沉下去的地方，不是高楼，也不在烈马，它真正沉下去的地方是寒窑。因为寒窑这两个字常常被讲得太顺到好像只剩下一个戏曲标签。可你稍微停一下去想，它其实很冷，那不是两个人一起吃苦一起熬日子的地方，那是一个人被留下来和岁月慢慢相处的地方。没有捷报，没有答案，没有确切的归期，只有一天天的过去，只有冷灶残灰断书薄叶，还有春天一年一年照样回来。所以我写这首歌时，没有一直把18年挂在嘴上，我比较想用景去把那个18年画出来。因为王宝钏的18年不是一个数字，18年是你平常不说，可某一天风一吹，杨柳一动，你忽然就会被人间刺了一下。你突然明白，原来别人的春色照常来去，只有你还停在当年那句话里。这也是为什么我把王昌龄闺怨那句放进歌里。忽见陌头杨柳色，悔教夫婿觅封侯。我很喜欢这句，因为它不是哭喊，不是翻旧账，也不是把话说死，它比较像是一种突然醒过来的感觉。平常不说，不等于心里没有，只是那些委屈，那些不甘，那些自我安放都被压得太深了。等到杨柳余绿，等到春色落进眼里，那句原本不肯说的话就自己浮上来了。而且这个悔字，我觉得也不必把它读得太窄，他不一定只是后悔当初让他去觅封侯，他更像是一个人终于被岁月追上，你到那一刻才真正知道封侯这两个字听起来很亮，可是对留下来的人来说太遥远了，远到一个春天过了，又一个春天来了，人间还是照样长草，照样有风，照样有月，只有那个守的人被困在自己的岁月里。但这首歌我也不想把薛平贵写得太偏，他不是一个简单的负心人，也不是一个可以轻松歌颂的英雄，他是那种被命运往前推的人，从韩伟到从军到立功到身份的转换，他一路越走越远，和原来的自己也越离越远。这也是这故事最难写的地方，因为你没办法很轻松地站在一边，你若只替王宝钏说话，会把另一边写得太薄，你若只替薛平贵开脱，又会把寒窑那18年写得太轻。所以我最后决定，这首歌不判案，我只是把两边都放进来，让命运自己去产生碰撞。而整首歌里，我最想守住的地方其实是武家坡，因为武家坡如果一切写得太热闹，很容易就太俗套了。
很多人会把重逢想成相认、质问、解释、抱头痛哭，可我自己更愿意相信，隔了那么多年，再次见面，其实最真实的反应未必是立刻说话，反而更可能是先愣住。你等这一天等太久了，等到他真的来了，第一个感觉不一定是终于，反而应该是怎么会像梦一样？所以我才会借苏轼的那句“小轩窗，正梳妆，相顾无言，唯有泪千行”。原本这句是苏轼梦见亡妻，我把它借到这里，不是要把情境硬搬过来，而是想借那种感觉，人明明就在眼前，可你看着他，却像隔着前世一样。那种愣住，那种失语，那种明明有千言万语，却一句都说不出来。写到最后，我一直提醒自己，不要把这首歌写成苦尽甘来大团圆，因为人可以重逢，但那18年不会因为重逢就消失。高楼未改，寒窑依旧，杨柳也还在。可当年那个轻轻一掀脸就动心的自己，却怎么也回不来了。当年那个可以把一句誓言说得那么直、那么干净的春天，也回不来了。所以我最后用李商隐那句来收：春心莫共花争发，一寸相思一寸灰。我很喜欢这种说法，因为它不帮谁辩护，也不替谁下定论。它只是告诉你，这个故事走到最后，留下来的不应该只是输赢，也不是一句简单的值不值得。留下来的是一种被岁月烧过的感情，它没有完全熄掉，但也不可能再像最初那样炽烈。它成了灰，可那个灰还有温度。所以你去听《红中烈马》的时候，你可以不要只把它听成一个女子苦守18年的故事，你可以换个角度来听。高楼上一眼看中的是义气，寒窑里一夜夜守住的是一句话。而武家坡最让人心里发沉的，也不是终于重逢，而是人虽然回来了，可是时光却怎么都回不来了。这首歌我想写的就是这一点，不是谁欠谁一句交代，而是当你终于回头时，你还能不能认出当年那个把自己交给一句话的人？破茧乍见惊如梦，留下相看隔世声。小轩窗，正梳妆，相顾